大家好，我是 Ted。Intel 从第12代 Alder Lake CPU 开始采用混合架构，也就是 Performance Core 与 Efficient Core 设计，简称 P-Core 或大核 ，E-Core 或小核。后面我会直接用大小核来简称。透过 Thread-Directed 核心调度机制，可以发挥混合架构的最大效能。根据 Intel 官方文件说明 ，Thread-Directed 虽然可以在 Windows 10使用，但只有针对 Windows 11进行优化。所以为了能让大小核发挥最大效能，强力推荐使用 Windows 11。举一个简单的核心调度情境，假设你今天开启对于效能需求较高的程式，例如游戏或是剪辑软体，就会优先调度大核来使用，确保程式可以顺利运行，且可以用到最大效能核心。而像是一些背景工作，如 email 同步、讯息收发等等，就会分配到小核，避免跟重要的需求抢资源。网络上有不少针对 Intel 有大小核的 CPU 该用 Win10 还是 Win11 的讨论与测试数据，其中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 Win10 的核心调度不完善，容易出现小核满载、大核尾关不做事的情况。虽然可以透过第三方工具来优化，但这就不在这支影片的测试范围。单纯想看一下系统预设情况下的差异。那 Intel 采用混合架构的 CPU 在 Win10 和 Win11 的效能差距到底有多少？严格来说，这算是一个旧议题，毕竟 Intel 混合架构处理器 Win4 已经将近3年，但最近刚好有点时间，就做了一些相关测试比较，想说可以分享给有困扰或想知道的朋友。这次的主要测试设备为前阵子刚组的 IS914-900K 电脑，详细的介绍可以参考右上方的影片。为了测试基准一致，我特别入手了 Samsung 990 Pro 2TB SSD， 绝对不是要满足我个人的欲望，单纯只是为了这次学术研究，测试完顺便成为我的系统碟而已。规格清单我列在这边给大家参考。另外手边刚好有一台12代 i7-1280P 移动处理器的笔电，也是有大小核混合架构，也会一并拿来测试比较。不过因为没有独显，所以测试项目比较少，笔电规格列在这边给大家参考。至于测试环境的部分，为求基准一致或接近，都是在安装完系统后，再安装目前主板或显卡官网上最新的驱动，最后透过 Windows Update 更新到最新。系统内设定基本上保持预设，除了 Win10 有手动开启硬体加速 GPU 排程外，其余系统内设定像是电源计划等，都是保持预设状态没有更动。这边是 OS 版本相关资讯，都是采用专业版。Win11 版本为 23H2， 组件为 22631.3593， Win10 版本为 22H2， 组件是 19045.4412。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在相同硬体规格下 Windows 10与 Windows 11的各项测试跑分。不过这边还是需要强调，这些测试数据并不包含所有的使用情境，也没有透过第三方工具进行优化，单纯想要比较在一般使用者预设情况，不同系统间针对大小核的效能差异。另一个层面也可以想成，在相同硬体规格的电脑，到底哪个系统效能比较好？测试会分成3个部分，首先是基本测试，包含4个测试工具，主要是想看看基本效能是否有差距。再来会是各类跑分测试，针对系统整体或是个别的应用情境。最后则是游戏相关测试，这边又跑了8款游戏，看看针对 FPS 是否有不一样的差异。先来看 CPU-Z 在多执行序的分数，这是我第一个跑的测试，就马上出我意料，不管我怎么跑，结果还是一样。Win11 分数是 16215.8， Win10 则是 16276.3， Win10 分数略高于 Win11， 但差距很小就是了。7Z 效能测试中，不管是单独压缩、单独解压缩，或是整体，都是 Win11 略高于 Win10， 差距也是很小，基本上感觉不出差异来。IDA6是机体测试，除了 Win10 在读取速度小胜 Win11 一点点，其余在写入、复制与延迟项目都是 Win11 略高于 Win10。接下来是基础测试的最后一项 Cinebench 2024， Win11 在多核心跑出1851分， Win10 则是跑出1869分， Win10 略胜 Win11， 两者相差18分，也是一个微乎其微的差距。简单整理个胜出表，可以说是不相上下。即便是获胜的一方，赢的幅度也非常的小，几乎完全感觉不出来差异。看到这边应该有细心的观众发现，那笔电的数据呢？先别急，因为测试项目比较少，后面游戏测试前会补上。接下来继续看系统跑分相关的测试数据吧。首先看到 Blender 可以针对 CPU 3D 渲染速度进行测试，在3个项目测试中 Win10 略优于 Win11， 一样差距很小。接下来我们切换到 GPU 进行测试，结果跟前面一样， Win10 的分数一样比 Win11 略高一点点。第二部分的第一项测试也一样出我意料，没想到都是Win10这位老大哥胜出。接下来看到 Passmark 跑分，
可以针对系统整体进行测试。你没有看错哈 ，Benchmark 还是由 Win10 胜出。Win11在每个测试项目都比 Win10 还来得低，这点我也是很疑惑，所以重复测试了好几次，结果还是一样，让 Win11丢脸了。再来看到 Crossmark 部分，可以针对一般使用者较通用的使用方式进行测试，例如网页浏览、文件、照片编辑、影片剪辑等等。从测试结果来看 ，Win10、Win11差距微乎其微 ，Win11仅比 Win10多出3分。下一个是 Nova Bench 系统跑分测试，为针对系统的整体效能进行评估。Win11拿到9353分 ，Win10则是9329分。虽然整体分数 Win11略高于 Win10，但是在细项的 CPU 测试中 ，Win11却是小输给 Win10。再来是 PCMark 跑分，可以针对办公室应用场景进行测试。先来看到总分 ，Win11拿了10102分。Win10则是9944分，一样差距不是很明显。后来我把测试细项拉出来看，发现是数位内容创作的项目差距较大。那我就想说，测试当下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我针对数位内容创作测试项目进行单独测试，顺便观察一下 CPU 使用率，发现在测试初期 Win11最高都曾经有跑到100%，但是 Win10的小核最高只有到80几%。在某些测试项目中 Win10甚至会发生小核满载，但是大核却在旁边纳凉的情况。在相同的情况下 Win11则是大小核火力全开，这也证实 Win10在核心调度上有一点点的不完善。我想这边应该就是导致分数会有差异的原因。第二阶段的最后，来看一下 3D Mark 的相关测试数据，分别跑了 CPU Profile、TimeSpy Extreme 和 Speedway 3种。第一个是 CPU Profile， 在最大执行序的测试下 ，Win11得到14692分 ，Win10则是14507 ，Win11略胜 Win10。或在其他不同执行序数量测试中 ，Win11皆以些微差距输给 Win10。再来看到 TimeSpy Extreme 测试 ，Win11总得分为17698分 ，Win10总得分为17590分 ，Win11比 Win10高出108分。换算一下，仅提升 0.61%， 连1%都不到。最后看到 Speedway 测试 ，Win11拿到10259分 ，Win10则是10097分 ，Win11比 Win10多了162分。换算下来 ，Win11相比 Win10提升了 1.6%。这边一样简单整理个胜出表给大家参考。8个测试中，虽然 Win11有6个测试项分数比 Win10高，但其实差距都很小，几乎是小到可以忽略的那一种，或是小到不会感觉出来有效能差异。影片最后再来分享一下个人观点。在分享游戏效能测试之前，先来补一下笔电的相关测试数据。OS 环境设置的方式跟桌机测试一样，全程插上电源进行测试。除了不进行游戏 FPS 测试外，基本上跟前面的测试项目一致。先剧透一下，测试结果跟桌机类似，各有胜败，但差距不大。首先看到 CPU Z，Win11在多执行序测试得到 5775.5 分 ，Win10得到 5817.3 分，一样是 Win10略胜 Win11，跟桌机的结果一样，差距很小。再来是 7Z 压缩与解压缩测试，这边我直接看整体分数 ，Win10略高于 Win11，这边结果就不同于桌机，唯一不变的是差距一样非常的小。Cinebench 2024测试中，在多核心渲染跑分 ，Win11拿到393分 ，Win10拿到387分 ，Win11略胜 Win10。Blender 3D 渲染跑分部分，除了第二项 Win10是输给 Win11之外，其余2项都是 Win10略高于 Win11。Patchmark 测试结果跟桌机一致，都是 Win10跑分优于 Win11，每个测试细项也都是 Win10获胜。Crossmark Win11的跑分略低于 Win10，这边就跟桌机有点差异了。桌机是由 Win11获胜，但不管是桌机或笔电，赢的一方差距都非常小。CPU Profile Win11一样在最大执行序跑分上优于 Win10，但其他不同数量的执行序测试则是各有胜败，我们一样直接以最大执行序数量的分数为准。PCMark 10的测试结果跟桌机一致 ，Win11略高于 Win10，差距较大的都是数位内容创作的测试项目。单独跑测试 ，CPU 大小核的使用率也跟桌机一致。某些测试项目中 ，Win10会有小核满载、大核围观的情况。笔电的相关测试就到这边，基本上跟桌机结果一样 ，Win10、Win11差异并不大，对于一般使用情境来说，并不会感到效能的明显不同。所以我们一起来看桌机的游戏效能相关测试吧。我们先用 FFS15 跑分工具进行测试，画质设定最高，解析度设定在 4K， 跑分结果 Win11是14785分，略高于 Win10的14613分 ，Win11约提升 1.18%。如果不看跑分，单看 FPS 部分，因为这个测试并不会给平均 FPS， 所以用肉眼来判断的话
Win10、Win11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差距。接下来是瘟疫传说安魂曲，游戏特效全开，并开启 DLSS， 解析度设定在 2K，FPS 一样没有明显差异 ，CPU 和 GPU 使用率和功耗也都差不多。下一款是 CS2， 特效设定最高，解析度设定 2K， 在练习模式中几乎相同场景下 ，FPS 一样没有明显差异。CPU、GPU 使用率和功耗也是差不多。这3款游戏因为都没有平均 FPS 测试，所以单单是用我的肉眼进行判断，结果可能会有些差异，但以我个人感觉是没差。接下来是古墓奇兵暗影，画质特效设定最高，开启 DLSS， 解析度一样设定在 2K。最终 Win10 平均帧是249 ，Win11 平均帧是246，相差3帧，基本上是没有差。再来是碧血狂杀2，解析度设定 2K， 游戏特效最高，并开启 DLSS。最终 Win10 平均 FPS 是185 ，Win11 平均 FPS 是183，一样是 Win10 略高于 Win11，但也是有差跟没差一样。下一款要测试的游戏是地平线5，游戏特效开最高，也开启 DLSS。解析度设定 2K， 最终测试结果 Win10 平均 FPS 是199 ，Win11 平均 FPS 是189 ，Win11 小输10帧，应该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接下来是2077，解析度设定在 2K， 画质特效全开最高，并且开启 DLSS。Win10 平均 FPS 有 114.53，Win11 平均 FPS 则是 117.39。也是一个Win10、Win11没什么差异的游戏。最后一款要测试的游戏是刺客教条幻象，画质全开最高，解析度设定在 2K，DLSS 开启状态。最终 Win10 平均 FPS 是164 ，Win11 平均 FPS 是174，两者相差10帧，基本上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并没有差距太大。基本上经过这3阶段的测试，我个人是感觉不出来 Win10 或Win11搭配大小和 CPU 哪一个会比较好。所有测试中互相有输赢，只是输赢的幅度都非常小，所以到底该用哪个系统，我只能说用自己顺手的就好。如果真心要推荐，我还是会推荐你使用 Windows 11，因为毕竟 Windows 10已经接近生命周期尾巴，预计在2025年10月就会到期，届时不会再提供任何更新。虽然有推出付费的 ESU 延伸安全更新计划，但对于个人用的电脑，何必多花这笔钱？最后分享一下个人对核心调度的看法。跑分只是个参考，最主要还是在自己的实际应用情境，且核心调度主要的目的应该是实现性能与能效的平衡，也就是说在相同或是差不多的效能下，能更有效率的利用 CPU 资源，进而达到更省功耗的目的。那你说 Win11 为什么某些跑分会输给 Win10，但差距却很小？个人猜想是因为 Win11 有正确调度核心，在性能与能效取得最大的平衡。白话来说就是减弱一些你察觉不出来的效能，换取节省更多能耗与最大化 CPU 使用率。而 Win10 因为核心调度没有最佳化，导致在相同的测试下，使用更多的能效来达到多一点的效能，在某些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出现完全调度错误的状况，这就容易造成使用者觉得处理速度没有预期的快。例如前面有提到的小核满载、大核围观看戏。另外就是应用程式本身针对大小核心的优化，如果电脑当下大核功耗预算已经吃紧，程式却还是继续要求使用大核，整体性能反而会下降。Intel 工程师在接受外媒访问时也表示 Meteor Lake 就是要搭配 Windows 11才能让核心调度发挥应有的功用，并且指出尤其在需要续航力的笔电上更为重要，因为正确的调度核心可以让功耗降低，进而达到更长的续航力。以上就是这次的相关测试数据与个人的一点点看法，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欢迎留言告诉我。我是 Ted， 我们下次见，拜拜。